天又还没亮，我又来介绍车了。Go！ 我真的习惯了。一开始我觉得哇，这辆车真的是有力啊，开始习惯它的动力啊，真的在踩。 大家好，又是 Ed 的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了。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终于啊 ，iCar 03在我手上了啦。这辆车呢，我相处的时间不长啊，大概6天，跟它相处了第3天，我就要做一个试驾给你们看。不久之前呢，iCar V23也在发布了。然后那辆车的外形跟这辆有一点少许的不一样啊。这辆车是年轻人的第一个方盒子车 ，V23的样子呢会比较圆润的，各有各的好看。我开出去的回头率啊，其实也蛮高。如果您打算呢， 正要买 Suzuki Jimny 啊，那它也是 4-wheel drive。那我知道它越野的灵活性也是相当的好，又轻，越野的灵活性又好啊。可是呢，对我来讲哈，我不是在踩它，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性价比哦，大概130到150千左右的价格，你买到 4AT 1.5 NA 没有操控、没有隔音、没有动力的一台车咯。现在如果你有这样的钱哦，你花120到130千左右买 iCar 03，我觉得好像更香哦，而且它的四驱的动力真的猛得惊人啊！ 第一眼看下去呢，大家觉得最特别就是它用着方盒子的一个路线，线条硬朗，外形啊也非常有辨识度的，不算是走可爱的路线，它比较偏向于年轻户外，还有个性的设计方向。iCar 除了它样子好看之外，那开起来呢是不是有味道呢 ？iCar 03是一台纯电动 SUV 啦，它主打城市轻盈啊，轻度户外使用，轻度的 Offroad 它是没有问题的。iCar 03其实我之前有 review 过啦，然后我也做过 walk around review，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详细。至于试驾的话呢，也没有试驾长远。希望这个视频呢可以帮助到想要买 iCar 的你们。那如果你们对这台车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找我试驾这台车。iCar 03的车身尺寸不算夸张，空间规划的相当实用啊，日常家用啊、朋友出游啊、露营装备呢都可以放得下的。那动力方面呢，它是提供着单马达后驱或者是双马达的四驱版本，我们称为叫 2-wheel drive， 还有 intelligent wheel drive 啦。2-wheel drive 呢，它拥有着184 PS， 还有220个牛顿米的扭力 ，LFP 电池的容量为65.7 kWh。那如果你买 Intelligent 4-wheel drive， 电池为69.8 kWh， 也就是说比单马达呢就大了一点点。可是它的马力有279 PS 哦，还有385个牛顿米的扭力，哇，动力真的是猛得惊人，而且很稳哦。它怎么说都是4轮驱动啊，这台车拿去轻度越野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四驱系统多了很多驾驶模式，你要去 Off-road 啊、Mud 啊、Rock Mode 啊，全部都可以在主机里面去调整的。续航呢大概是418 km 左右。这是这辆车的钥匙哦，长相有一点特别哦，尖尖的，它只有3个按钮，锁、解锁，还有打开车尾箱。但是如果你解锁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事情，就是你有看到它的动画吗？而且它有声音的哦，而且它有2种模式哦，你可以在通过主机里面去更换2种。那这辆车有配搭这5钥匙进入的，那你基本上不用拔钥匙出来，然后它也没有在门把那边有什么sensor按钮了，只需要靠近它，side mirror自动打开，然后它的门把呢就会出来。
还有就是这个 Welcome Light 在这一边。打开门之后呢，如果是在暗的时候啊，是非常的温馨的。它的内饰的气氛灯弄得刚刚好，我可以说不会太夸张。然后稍微的在这些门板啊、手把啦、冷气出风口这边呢，会稍微做一点气氛灯的点缀。惊讶的是，连后座冷气出风口也是有灯条的，还有一个 USB 插槽，一个 Type C 接口 ，Type C 接口是60瓦的，它也是亮着这个灯，让你知道这里有充电口。那至于悬挂方面，这台车前面是一个麦花桥，后面是一个多连杆啊。这个03呢，后面就多了一个小小的涂箱。对我来讲，这一个日常生活用应该没有什么用得到啦，我不知道可以来放什么啦。如果你们是车主的话，欢迎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打开车尾箱的方式呢，除了在钥匙上面按。这个后面有一个电池阀，这里一看，这里还有一个网啊，也是可以放东西。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挂钩，这个挂钩大概是3公斤左右吧，你打包打了没有问题，挂着。你打包了，你上回车，驾到去目的地，再下车，再开尾门来拿你的跌打嘞，咁啊點啊？叫做型哦。这边可以转一转来啦。然后你就关不了这个尾门了的啦，空间也是非常的大，开口也是非常的大，然后这边就有 subwoofer， 有一些胎压补贴机等等的。这台车的充电口啊，也是在这个价位里面，我觉得是最特别，而且也是比较有质感的哈。只要我的车解锁了之后，我这边轻轻按一下。它会自动打开 ，bro。这个好像只有在200千的这些 Tesla 才看得到。AC 的充电为6.6啊，我觉得6.6跟11 kW 的分别是有点距离的。如果今天你是在家里用的11的话，它充电满的话会比较快很多。但是如果用 DC 的话，它可以最高支持80 kW， 30到88%大概约30分钟左右。为什么30分钟？因为它的电池啊接近70 kWh， 是相当大一下的。昨天呢，我用的是38%啊，我就是去用快充来充啦。然后我发现到呢，它最高可以支持大概83到84 kW 左右的速度，大概用了1个小时02分钟来充满到100%。然后我的收费是71.9块，为什么？因为它1个 kWh 呢大概是1.6块左右啊。虽然我没有业配啊，但是这个 app 呢是相当不错的啊。它在我的 iPhone 上面，它的锁屏那边有显示充了多少%，然后用了大概多少钱。如果在用这手机的时候，上面还有小小的 percentage 在那个灵动岛那边，我觉得是蛮不错一下啦。轮胎方面是用着朝阳 Radial PP76的轮胎。轮胎的尺寸为225/55R19啊，前面的卡钳是一个双活塞刹车卡钳，后面也是一样有单活塞刹车卡钳。轮胎的尺寸也是跟前面一样的，所以这辆车是 Square Setup 了哈。我相信这个上面去露营用得到啊，挺扎实的。至于后座方面呢，我把前面的椅子稍微调到我日常生活用的位置啊。虽然这辆车它没有对于这些后座空间非常有优势啊，大概剩下2个指头，头部空间大概多于1个拳头。iCar 会比较偏向年轻，还有运动化，所以座椅呢，你坦白讲它会比较偏硬少许。这个座椅呢是可以做椅背倾倒，是完全不能调角度的哈。中间有一个中央扶手，上面有一个全景天窗。Hello iCar. Please say it. Open sunroof. Okay, the command has been executed. Yeah. 12颗 Infinity 喇叭，音质还不错啊。至于副驾驶方面呢，椅子也是电动调节的4项，前后的手把啊，这些开门的方式全部都一样的，用着电磁阀。那如果万一这辆车没有电了，要紧急的用传统方式打开门的话，这边就有的给你拉开，摸上去还是挺舒服的，有缝线。你要打开这个扶手箱，你必须要到这个唱机这边按一按 ，Shortcut Glove Box， 噔噔噔噔。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中间这一块哦，看起来是蛮好看的，然后抓起来也是非常舒服。它是皮革，这里还有无线充电，然后下面这里是空的，很大，可以放很多东西哦。还有 USB 接口，还有 Type C 接口，但是这个 Type C 好像不是60瓦的哦，因为我开了那个叫 Easy Entry 哦，只要我把门打开，座椅会往后面退，还有10项的电动座椅。然后还可以调你的 lumbar support， 上下前后都可以调。踏板是风琴式的哈，上车要踩一下刹车啊。你看我会往前面推了座椅哈，方向盘呢是手动调节的，上下前后，而且这个方向盘的 size 我蛮喜欢的，它令我想起了 Peugeot 哈，有时候会单手摆方向盘哈，所以有时候难免呢我的手这边会摸到这一个按钮或者是这一颗按钮，这里是调它的冷气的温度，左右有方向的哦，在你没有开启 ACC 的话呢，它的左右是来调它的冷气的风速。按下去，它就是关冷气。音量在这里，这里有一颗快捷键，这是更换那个 media， 还有这个声控。哎呦，仪表显示呢，我也是发现到没有更换的，就是这样。那如果踩刹车 ，OK， 它就会
显示我的档位，还有就是 ACC 跟车啊什么的。然后电量显示啊，现在是在92%，这里说还可以走384公里左右啊。这个窗户按钮有灯啊。主机的界面呢是跟特斯拉有点相似的，右手边这边会显示我的车况啊，如果我要锁门啊或解锁啊，可以从上面这里按一下。然后这里就是可以打开充电口，然后它是电动的嘛。我拿车大概是98%，剩下38%，总共里程走了146 km 左右。仪表显示呢，这里还可以走160 km 左右，也就是说这辆车充满电大概在城市里面实际上可以走250 km 左右，在我的脚下啦。你知道这辆车真的很有力吗？所以有时候会难免会中脚一下下的，哈哈哈。主机呢是可以调2种主题 ，display 这边去 technology。然后它就会变成这种 all-game 黑金的啊，这里没有更换了啊，所以黑金看你个人是喜欢没有，我就个人比较喜欢 classic， 就可以显示 auto 还是 light， 那它会自动的跟着时间还有你的车灯来控制，所以白色晚上黑色，这个是它主页面。这个 iW Drive 呢就是它的驾驶模式，我会去到 Sport。你看有引擎声浪吗？有吗？然后这边就会给你看你的胎压，然后你的电用多少。你去越野的时候，大部分都会用这个 Custom Mode， 你就可以调整它的电能回收啊，在这个 Personalize 上边，你就可以调整你的油门踩踏、电能回收、方向盘。回去主页面啊，通常都是这样子拉下来。如果你用 Apple CarPlay， 我们都是从上面这样子拉下来就可以了。这边就是一些快捷键，你可以去更换的。这辆车有560度 camera， 这个真的很轻啊，这个我无话可说。那还有 DVR， 4个镜头都是你的 Dashcam， 左右都可以调整你的冷气的温度。快捷键可以打开你的座椅通风，也是可以从这边调。4个座椅都有通风哦，还有 massage 啦。按摩方面，驾驶员还有乘客都有，后面就没有了。现在 massage 到我都不想 review 车了咯。晚安各位。Charging 我是用 Dynamic Mode，of course 你可以换 NDEC 就看起来比较开心一点，比较远 ，Dynamic 会比较准一点啦。Atmosphere Light 就是所谓的内饰气氛灯的哈，你可以分前后的颜色不一样，或者是同步，或者是跟着驾驶模式啦。昨天哦跟车主吃饭哦，我才发现到原来这有多一个function，然后Lighting这边呢还有多一个叫做 Say Language to High， 这个就是要在放了 Parking 之后啊，它才可以打开这个功能的，所以它是基本上。就是前后的灯都会有各自的白灯，还会有流水线啊等等的，就吸引到众人的眼光哦，这样子哦，所以你的车会比较引人注目这样子啊。OK， 所以一辆还好，但是好几辆iCar摆在一起就不一样去了。这个主机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 了，所以我是不需要介绍太多了啊。这个是没有按的啊。上面这边呢就有 hazard light， 然后这个可以打开天窗。这个是 Q switch 啊，你要下车把这辆车断电，你可以按这边，或者是你锁门之后都可以断掉的。OK，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打开。Signal， 这里按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wiper。OK， 这个是它挡挂啦，怀挡 DRP。然后你看到这边多一个 logo 吗？你要用 ACC 跟车的时候按这边，按2下。OK， 就这样。那打开门了。跟 V23 一样，原厂要做 service 的时候，它才可以打开。这个是要原厂打开的，所以我们个人是没有办法把它打开。那我们现在驾驶模式切换到 Normal Mode。Let's go！ 哇，它这个换挡的声音哦，就很像Tesla， 对 ，Tesla 的声音来的，没有记错的话。然后我很喜欢这个一动的时候动画哦，它，我车在移动，它会读取那个车的路线。这个小动画是有的，我打开灯，刹车也有灯，打 signal 呢，它也是很可爱的哦。它上面就会显示我的速度啦，我踩油啊多少啊，或者是那个电能回收有多少啊，这样子。这个方向盘的小力啊，真的是好加了。如果路上说我加又不大不小，反正这种小力的极好加一下，你看，我随便抓上面一只手加又好，然后 parking 的时候是最方便的，你知道吗？个人见仁见智啦，这个哈。OK， 那我现在在这一台呢，就是一个 iCar 03 IWD Intelligent Wheel Drive， 好不好驾？这几天的相处下来我觉得这个要看个人哦。你去试驾一轮，看你个人接不接受到这一个悬挂，因为毕竟这辆车03或者 V23， 他们都可以随时你要去轻度越野都没有问题的。
啊，所以它的悬挂呢，如果比起很多其他中国电车竞争对手来说，它比较偏硬的悬挂。可是我觉得这种设定我个人会更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它少了那一种不必要的左右晃动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叫做传统的 SUV 啊，中国的 SUV， 他们的设定偏软的时候，然后这辆车一过减速带啊，或者是这不平的马路的时候啊，这辆车会左右这样子晃动，让我觉得晃得很不舒服。反而这种比较硬朗少许的话，它就减少了这种啊，所以我过弯的这个操控也是好很多。再来一点就是，可能这辆车比起一些比较偏豪华的中国电动 SUV， 然后它的座椅呢的包覆性啊，它的发泡棉软很舒服啊，可是在于 iCar 上面它就没有，它比较偏向我可以说是偏向年轻人。我不是说它支撑不好，发泡棉呢就比较偏向欧系车这样比较硬朗一点点。我觉得 not a big deal， 因为我还年轻。OK。有时候我驾电车的时候啊，我比较少于讲那些起步怎样啊，换挡怎样，我真的简略了，少讲很多东西，你懂吗？因为电动车它就是顺畅，它没有变速箱，它没有油，没有点火，没有 turbo lag， 就有时候就是可能有些某一些品牌做到就是可能它的油门的响应就比较迟钝少许，有一点 delay， 但是很少数见到的啦。那其余的话就真的，你看我一踩，哦，有没有？哇，呼呼，它真的有力这辆车。如果 Civic FE 啊 Stage 2 240匹 on mute 的啊，跟你讲不够我来啊，因为我的动力就是一踩就来。你看那个速度，一到120 km 把握左右，它就有一个叮提醒我的速度超过120了，那个是我关不了的。哇，真的快，有没有这样子？那我个人，刚刚说了，我喜欢它的悬挂哈，比较没有这么软哈，然后在高速的时候也是挺舒服的它都会让我不知不觉开到去120、110。那我知道电车的驾驶方式跟我们的油肯定是不一样，各位 bro， 我们油车在走高速是省油的。比较省油啦，比起那个塞车，反而电车是相反哦。电车你越跑越快，它耗电的越快，就好像你手机的续航，你正在打电动的时候啊，是不是耗电比较快呢？反而你待机的时候，它用的比较少，一样的道理来的。电动车呢，在城市驾驶的时候呢是省电的，尤其是在塞车的时候，或者是在待机，我们所谓的充电的时候，这台车那它就可能很久才扣1%，所以呀。那我很喜欢这辆车的方向盘的响应哦，小颗，很敏感，你看，真的很敏感，而且这辆车的轮圈也不小，19寸，然后开在高速公路起来的时候啊，你感觉到这225还有19寸的轮胎，哇，踏实，真的很稳，而且很咬地。这辆虽然它是朝阳中国的品牌的轮胎但是它抓地没有你想象中差的是不错的这个。而且这台车的隔音呢，我就觉得在这个130千的价位里面是可接受范围的。它没有讲，可能它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下的时候啊，它会蛮安静一下的，它少了那个轮胎的噪音啦，也没有什么太大风声。反而可能这辆车的设计关系，因为它怎么说，它都是一个四方盒子嘛 ，aerodynamic 就少了很多嘛。在120到130的时候你感觉到它的风声开始来了，开始大了。然后到130 km/h 以上的时候，它有一个莫名的一个嗡嗡的声音等一下你们听就知道了。它可能是它的引擎盖那边里面的进风啦，然后它的可能它出风出到没有这样美我觉得。那我有问到其他的iCar 03的车主，他有跟我反映，他也是有一样这样的问题，可是他声音就没有我的大声。可以我来打开这个驾驶辅助，现在我已经把速度维持在 OK， 我把那个距离把它调远一点点，我把它定速在120 km/h。我这里没有得看，反而是在这一边。你们觉得顺畅吗？我觉得是挺顺畅的。现在看不到路线了啦，因为现在地上的线很模糊，但是它还是可以 handle 得到，还是看着前面的车子。对，很好吗？真的很好吗？虽然这个跟你们先说一下这辆车不是让你在塞车那按手机用的还是要说一下的。
自己阿嘎就好。大弯的时候我就辅助它一下啦，但是它会慢下来嘞，过弯，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的驾驶辅助 ADAS 给到你的东西也不错哦。过弯了 bro， 还是要我拿一下，拉一下。我觉得他过弯挺保守的，他就用这80 km/h 左右这个弯 ，OK 啦，是正常人驾驶的速度啦，你不要以我的这个来作为标准。可以嘞，很可以。如果我把 Lane Departure Warning， 把 Lane Departure Assist 给它关掉，可以了。它会把那个 Lane Keep Assist 把它关掉没有错。OK， 踩刹车，关闭，继续我的路程。OK， 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切换到 Sport， 因为我即将要做一个0到100测试。Yes。Sport mode 之后，方向盘更加紧凑了。官方说什么0到100 6.5秒，我觉得可能甚至还要超越这个速度，因为我真心觉得我驾起来真的有300P 那种感觉嘞。OK， 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3、2、1 ，Go！ 我真的习惯了。一开始我觉得哇，这辆车真的是有力啊。开始习惯它的动力啊，真的，再踩，有力吗 ？It's alright, good. 我觉得很 good。我觉得这辆车 top speed 160会了应该啊。Let me try。Lane Departure Warning 关掉。声音吗？各位，这个就是我所谓的风声哦，那个在好像是引擎盖那边传出来的哦。Guys， 它的 top speed 只有155，不能再去了。所以我车再有力也没有用。BYD Dolphin 还要177啊，它。这个是我拿了3天，我才真正知道它的 top speed 原来是这样的。OK， 电动车 ，you know， 电动车它不会给到你太快，除了你买 Tesla。过弯114 km/h。真的完全没有问题啊！超车真的是够快，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欺负这 Golf 1.4 TSI 啊，我觉得 GTI 原装都可以欺负得到，就是你玩那个瞬间扭力咯，它的 pick up 真的是有够快的。你看我踩，一下子到你车后面了，看到吗？够快吗？一下子到你车后面，再踩。再踩，我觉得是因为这辆车它不是很 aerodynamic， 所以要把它的 speed cut 到155 km/h 这 maximum 了。
Maybe it's like that, maybe 啦，我的 I guess。OK， 那我们就听一下这一颗12颗 Infinity 喇叭的音响给到你什么感觉？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真的是很 good 了的啦，没有得讲啊，没有话说。活得開心心不記恨，懷疑今天歡笑唱首歌，任空間吸收新的快樂，在晚風中敞開心鎖。OK 吗 ？Cornering test 啊 ，OK， 很不错了啦，我可以讲真的，操控很棒，很灵活。Of course， 它以这个高度会有一点侧倾的，但是它可以抓得到。音响又棒，隔音你只要慢慢走，你不要走到150，刚刚这样子，它的隔音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可能这辆车 aerodynamic 还是我说的那个 aerodynamic 啊，所以不错啦。如果你比起不是要踩的Suzuki Jimny啊，不是要踩它，我会选择这辆车多过选 Jimny 咯。我觉得买 Jimny 的人是很有个性的。我觉得是好看，对，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它性价比真的，它不值那个价钱。我觉得太贵了，你用130千来买它，我觉得有点贵。如果那个车卖90多到100里面 ，OK 啦，可以接受啦。就这样咯。我是觉得以什么价钱买到什么东西最重要啦，就是性价比高啦。那如果你这样的预算，我不要考量到什么打油只需5分钟这样的东西，我不要讲这个。但以所有的配置、舒适性、动力、操控、隔音，完完全全都赢过 Jimny 了。对咯。Top speed 155了。啊。可是怎么你？我开到140的时候，怎么感觉你没有力气？没有了，没有力气了，追不到86。哎呀，好了，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集的 iCar 03 POV 跟定 Drive 再见 ，Goodbye。